爱宝母女3个在树上玩闹，宋爷爷在一旁开心的拍照。早上，爱宝带着双胞胎出门营业，瑞宝出门后就爬到了小树上，这个习惯和福宝小时候一样。之后，爱宝为了教育瑞宝，也爬了上去。瑞宝吓得立马给自己缩到了独木桥上，时时盯着妈妈的眼色，随时准备逃跑。爱宝爬到小树上后一动没动，单纯用眼神就给瑞宝吓退了。瑞宝老老实实的一点一点的从独木桥上滑了下去。爱宝看到瑞宝下去后，转身坐在小树上休息了一下。而宋爷爷看到这有趣的场景，也忍不住来到园区，拿出手机记录了一下母女3个的有趣生活。而在昨天，辉宝也跟妈妈上演了同样的一场爬树的故事，只不过辉宝爬的是另一个小树，而当时是江爷爷值班。江爷爷看到爱宝要准备给辉宝上课了，立马懂事的离开。爱宝看到辉宝爬树后，便立马上前去制止辉宝。辉宝在树上躲避着妈妈，而瑞宝此时路过，让妹妹加油。辉宝紧紧抱着身旁的竹子风铃，死活就是不下去。爱宝没有拗过辉宝，便放弃了。辉宝被江爷爷誉为熊猫界的蜘蛛侠，可不是白叫的。一会儿，爱宝看到爷爷来了，以为是要让自己回家休息了呢，立马从树上下来。爱宝不像姐妹俩没有上班的观念，爱宝深知上班的痛苦。爱宝看着奶爸一直举着手机拍，也没有要给自己开门的意思。爱宝爬下小亭子，打算亲自问一下奶爸怎么个事儿。宋爷爷看到爱宝来了，立马把门关上了。好奇的瑞宝看到妈妈去爷爷门口了，也跟了上去。今天的瑞宝和辉宝又换了性格，而辉宝则一直在小亭子上老老实实的坐着。姐妹俩这经常互换性格的事情，让有些姨姨容易搞混。一会儿，瑞宝看到妈妈去到通道门口了，立马跟上去，想跟妈妈一起回去。爱宝看到瑞宝跑了过来，立马堵住通道门口。现在，爱宝和爷爷们是一条战线上的，明白要让瑞宝留在园区营业，而爱宝自己则要回房间独享自由的熊生。而乐宝这里又在到处做标记了。乐宝想着，今年奶爸会不会再给自己变一只小母熊出来？但无奈韩国只有爱宝一只女大熊猫，如果再多几只女熊，想必用不了几年，乐宝就会拉高整个韩国的生育率。江爷爷在最新的福宝日常视频中跟福宝解释，为什么自己不能和他一起生活了。江爷爷怕福宝是觉得自己讨厌福宝了，所以才不和他一起生活了。江爷爷安慰着福宝，声音也变得开始哽咽。江爷爷也再次在视频中提到了，福宝再也不会去室外活动了。现在对于爷爷来说，福宝这时的每一个样子都是福宝最后的样子。江爷爷还去跟乐宝分享了这一消息，表示以后乐宝在室外园区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女儿福宝了，问乐宝会不会伤心，同时夸赞着福宝是个很棒的女儿，替乐宝有一个如此聪明可爱的女儿而感到开心。而这周爷爷因为穿着防护服，这让福宝也有点不适应了。福宝第一次见爷爷穿防护服的样子，福宝好像一下没认出来，一直在房间里转来转去。等爷爷下午回来时，福宝正在睡觉，因为福宝上午时情绪比较紧张，一直在房间里转来转去，现在明显是累了。爷爷还细节的发现福宝睡觉的地方又给自己换到了床下面，虽然空间比较小，但这样让福宝比较有安全感。不过随着爷爷不断的穿着灰色衣服出现在福宝面前，福宝也逐渐认出了爷爷，还开心的给爷爷表演了一下熊猫翻滚。而在宋爷爷的视频中，宋爷爷还和爱宝分享了福宝的最新情况，提到福宝已经结束在韩国的营业了，之后要进入隔离期，然后返回中国。不过宋爷爷这周视频中没有出现福宝隔离的画面，想必是因为福宝回国宋爷爷不会跟去的原因，所以减少了陌生饲养员接触福宝的机会。而在福宝隔离的前一晚，宋爷爷在福宝房间看了福宝好久好久。福宝独立的前一天，宋爷爷早早的就来到园区等待福宝。宋爷爷看着一步步靠近自己的福宝，既开心又不舍，因为明天开始自己就没法再像这样近距离陪福宝玩耍了。福宝走到宋爷爷身边，宋爷爷宠溺地抚摸着福宝的头，给福宝投喂着他平时最喜欢的小零食。宋爷爷想在下班前尽可能的多陪福宝一会儿。宋爷爷就像陪自己家的小孩玩耍一样，用小零食挑逗着福宝。福宝被小零食吸引的急得都站了起来，但最后没站稳，又一屁股坐了下去。心疼的宋爷爷连喂福宝2个窝头压压惊。福宝在宋爷爷的宠溺下，从来不用担心零食或是竹子不够吃。或许此时福宝也察觉出宋爷爷的情绪和平时有点不一样。宋爷爷投喂时，福宝立马抱住了爷爷的胳膊。爷爷与零食相比，福宝会毅然决然选择爷爷。喂过福宝后，宋爷爷还有其他工作要忙，转身离开。福宝此时想站起来去追宋爷爷，但立马被宋爷爷在镜头外制止。
福宝只好留在园区，自己坚强的在小床上吃竹子。福宝心想，吃饱不想爷爷，故作坚强的福宝大口大口的吃了起来。宋爷爷临下班前还是忍不住想要再来看一眼福宝。宋爷爷站在福宝身后，对福宝要独立的事情久久不能释怀。没想到时间过得这么快，已经陪伴了福宝2年多。或许宋爷爷想得更远，福宝独立也意味着福宝即将要回国。宋爷爷坐在福宝的身边，像极了离别前话语不多的老父亲。乐宝拿着窝头在身上滚来滚去，就是不吃。江爷爷表示，乐宝作为宝家最挑食的大熊猫，一旦换厨师或者烹饪方式发生改变，乐宝就会察觉出来。当爷爷问乐宝为什么不吃窝头时，乐宝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看向爷爷，问爷爷今天的窝头不是爷爷做的吧？乐宝犹豫不决，不吃又实在是浪费。乐宝尝试品尝窝头，但是看乐宝放在嘴里后，这龇牙咧嘴的表情，看来今天的窝头确实难以下咽。江爷爷来到爱宝园区，发现爱宝早已经把窝头吃光光了，而再回看乐宝，果然如江爷爷的猜想一样，倔强的乐宝真的没吃。到下班点，爷爷来接乐宝下班时，发现乐宝手里多了一根不曾见过的竹子。此时爷爷意识到，这根竹子可能是园区外的观景竹，或许是因为早上的窝头不合口味没吃饱，所以乐宝自己才折了竹子。看来福宝到处破坏竹子的基因也是从乐宝这儿来的吧。而今天江爷爷要做的就是将小木床上的梯子进行更换，因为时间久了，江爷爷怕会出现老化危险，索性在此之前给乐宝更换一个新的。江爷爷搬来早已准备好的木头，测量好乐宝身高和楼梯间的间距后，江爷爷便开始进行安装。很快楼梯便安装好了。此时江爷爷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让乐宝使用自己新做的楼梯了。隔天乐宝来到园区，第一眼就发现了自己的楼梯变了。乐宝先是小心试探，确认安全后迈出了第一步，但之后乐宝却坐在第1节楼梯上不动了。爷爷怀疑乐宝是又被自己感动哭了。乐宝缓过来后，爬到小木床上，开始给自己的新楼梯做标记，以此示意这个楼梯只属于乐宝自己。标记完，乐宝在楼梯上翻滚玩耍，还用头蹭楼梯表达自己对楼梯的喜欢，甚至将自己塞入楼梯的缝隙里，试图将楼梯的每一个地方都留下自己的气味。而江爷爷看到乐宝对自己做的楼梯如此喜爱，心里也是美滋滋的。第2天，乐宝熟能生巧，当着爷爷的面再次作案，将小树折下来后，便乐颠颠地跑到小木床上开吃。这新楼梯爬起来还真是不一样。吃饱饭的福宝在小木床乘凉，炎热的夏天让福宝不断地在园区找寻着阴凉的地方，而小木床底下形成的小亭子就是一个不错的地方。但内心的燥热使福宝没坐一会儿，又爬到了通道门口的石墙上。福宝又心想，我都到门口了，索性就叫爷爷给我开门回家吧。福宝坐在门口喊爷爷开门，喊了一会儿，见爷爷没动静，福宝又站起来换了个位置，爬到了上面。而爷爷趁福宝不注意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给福宝放了落竹子。福宝坐下，刚转头就发现了地上的竹子，无奈福宝又从上面爬了下来，这一下可给福宝折腾坏了。福宝抱起竹子，挑了一根自己最满意的，躺在地上吃了起来，在通风口的阴凉处惬意的吃着竹子。就这样一根接着一根，一边吃一边等爷爷开门下班回家。蹲点下班，福宝最擅长了，这个地方躺累了，又爬到上方的石头上，反正就是不肯离开门口，两手抱着竹子啃食的样子，就像是缩小版的爱宝，像极了爱宝的小时候，既乖巧又可爱，让人忍不住的想揉揉福宝的小脸蛋儿。